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前几集我们录完了 Sony 的电视以及一些音响之后，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到了 Soundbar 的系列。那说到 Soundbar， 这1-2年许多的大厂牌陆续的推出新品啊，那包含 Sony、三星、LG， 还有我们之前录的这个JBL、Sennheiser、Bose， 那可以说是整个 Soundbar 市场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由这个日本老字号的音响品牌日本山叶，他们所最新推出的这个 True X Bar 50A 哦，就简称叫做X50A 的音响 Soundbar。那大家一听到这个冠上这个 TRUE True 的字样，就是通常只有最顶的那个才能冠上这个字哦，就如同这个馆长的便当一样，就是把这个最顶的直接拿出来给大家。那这次的日本山叶，它也是把它最顶的、最好的全部拿出来给了这个我们喜欢听音乐还有看电影的观众朋友。好，那首先在介绍这支 Soundbar 之前呢，我觉得要聊一聊，就是算是雅马哈他们整个产品的一个 Soundbar 的，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一些小故事啊，就是说，其实大家知道，全球首款这个杜比全景声的 Soundbar 是由日本山叶所推出的。那就是在2015年，日本山叶所推出的这个 YSP5600旗舰式的 Atmos 杜比全景声 Soundbar。那我记得那时候这颗 Soundbar 的主打就是说，它用上了超级多的单体，就是它的设计跟现在你看到，现在就可能说我主打什么 3.1.2 啊，什么 3.1.4 啊，那时候雅马哈说它用上，我记得起码是几十颗的一个单体。你要想看，这是在2015年，然后支援这个 Atmos 全景声的一个音效。就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下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听一个全景声、杜比全景声的音响系统，你就是要组传统的喇叭，然后弄很多喇叭。那时候没有人都想到说 Soundbar 会成为一个它可以会有左右那种巨大的环绕的效果，然后会有天空声道，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大家是意想不到的。所以那时候雅马哈推出这个5600的时候，真的是你可以说是轰动武林，这惊动万教的那种程度哦。但是很多消费者就也是很遗憾的是，在2015年雅马哈推出了这支惊人的 YSP5600之后，到如今也将近有7-8年的时间，就跟我入行的时间一样久。雅马哈在这中间，我觉得它就是比较没有那种惊人之举或者是惊人之作。我觉得也是因为雅马哈他们在推出 Soundbar 之后，其实它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 YSP560是很好的产品没有错，但是你一方面要看哦，雅马哈自己本身的销售还是以这种传统的音响为主的，所以我觉得雅马哈在那时候遇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办？他推出的这个 Soundbar 产品，好像把他的传统音响的产品线整个都把他传统产品都干掉了这样子。那同时好像也在跟消费者宣告说，其实你以后你不用再买那种很多又很大、很传统的音箱了，你就买 Soundbar 就好了啊。所以基本上雅马哈遇到2难，就是说，他如果把心力放在 Soundbar 上，他的传统的音响就会衰退；但是呢，他如果把心力放在传统音箱上，他 Soundbar 又一直在蚕食的这整个音响的市场，你说这痛不痛苦这样子？但是从我们上集有讲说，雅马哈有做了这个 RN800A 的一个2声道的扩大机嘛，串流的扩大机，那加上今天的这个 X50A。我觉得日本山叶他们重新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在以后的音响市场，不管是传统音箱还是这种 Soundbar， 我全都要。好啦，那这次可以说是这个王者归来的一个顶级之作，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X50A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格细节，以及它的听感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呢，还有它的 APP 要怎么去做调整，以及呢，它跟目前的 Soundbar 一些产品比起来哦，它适合哪些客群哦？好，那首先要先从外观开始讲起哦。X50A 呢，它本身的定价22,900元是包含这个本身的长形的本体，以及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重低音。那另外讲一下说，它这个系列可以搭配它的一个叫做 X1A 的环绕喇叭。那我们先从这个长形的 X50A 本体开始讲起哦。本体的话，长度100出头公分，然后它的高度6公分多，深度11公分。那正面跟上方采用这个算是布织布的包裹工艺，在Soundbar两旁会开有低音反射孔，但是它里面是不是号角喇叭的设计，就里面是没有单体的。
然后在它的上方呢是整个是用这种按钮式的按键，可以看到雅马哈这个老字号的传统的厂商，它在按钮上面基本上它还是遵循着按的这个意义，就是这个精髓哦，就是你要按任何的按键，就是要给它用力的按下去。但简单讲，这个按钮的手感还不错。然后呢，接着讲到它的背后接孔的部分哦，还有网络的接孔，就是可以接有线网络，当然也可以用无线网络做连接。然后呢，还有一个 HDMI 一进，然后一个 HDMI 的 out， 就 EARC 可以让你连接电视哦。我们之前有讲过，你现在主流接法其实都是单纯使用 EARC 接到你新型的电视就可以了。那一进一出，这个 HDMI 设计还是给一些比较老旧的电视或者是投影机去做使用的哦。好，那我们接着要讲到它的一个单体的配置，因为其实接孔大家都大同小异嘛，就是有 HDMI、有光纤、有网路孔、有电源孔，这基本上现在每一个Soundbar都长得一模一样。单体的配置呢，这个雅马哈的这款Soundbar也非常的有趣哦。基本上你一般看到的可能会是什么？基本上都会是以3.1.2的一个形式去做搭配，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它的正前方会有3个单体，然后会有一个重低音单体，然后会有2个这个天空声道。那但是呢，在这个 X50A 的这个长型的Soundbar本体上面，它采用是一个2.2.2的配置，什么意思呢？首先正面左右两边各一个那种方形的，像我们之前讲到 Sony 他们家那种 X 平衡型设计的这种方形矩形单体。那接着在它的上方呢，一样是2个矩形的天空声道单体，以及搭配2个这个圆形的重低音单体哦。所以2.2.2简单来讲就是说2个左右声道、2个天空声道、2个低音单体。这时候消费者如果你是非常敏锐的，你就会说，它少了这个中央声道的单体。那接着就有疑问说，那这样子他在看电影的听音乐的人声表现会不会大打折扣啊？因为像很多消费者会以前有看到过我们开箱那个 Sony 的 HT-A9， 它就没有所谓的一个中央声道嘛。那没有中央声道，那它也不能搭配电视的帮助什么的，它雅马哈就只能单打独斗啊。那消费者就觉得说，人声的表现是不是就是不好？那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哦，也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听感的分享。其实我在看这支Soundbar任何的规格之前，我是先听它的，就是我在听它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完全不知道它有什么几颗单体，什么天空声道表现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但我听完之后，我跟大家说结论就是，它的人声表现基本上你不会感觉到说，它有少了中央单体还是怎么样，就是它的整个人声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厚实的，然后方向感我觉得也还 OK 这样子。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它没有中央声道单体，但我觉得人声表现依然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接着呢，我们讲到它的重低音的部分，重低音的话大小，你可以想成它就是一个41公分的这个方形，然后它的宽度呢是将近18公分，然后采用的我记得将近6寸的一个低音的单体啊，6寸多。那以Soundbar来讲，这个算是一个蛮标准的配备。但是其实它的低音的亮感跟低沉程度，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带里面，就是也算是不是走一个亮感澎湃的路线，但是我觉得它在低音的亮跟低沉度就是有做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衡。但是整体音色我们后面跟大家细聊这样。好，那接着讲到它的 X1A 环绕喇叭的部分。环绕喇叭首先讲一个最重要，就是它是电池式的设计。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不用接电线，然后呢就可以单独使用它。然后它本身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售价5000元是单颗的售价，那它本身可以当一个蓝牙喇叭使用，这个非常重要，要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呢，基本上你买它的时候，如果你要搭配你的 X50A 使用，你都是要买一对的，就是你要花1万块去添购这个后环绕喇叭。然后它的大小呢，就是简单来讲，2瓶麦香奶茶前后叠起来。我觉得就跟它的大小非常的相符哦。然后呢，它的整个重量500公克，单支也是非常的轻。然后呢，充电的部分是使用 Type-C 或者是原厂有出一个这个无线的充电盘，那你都可以直接把它放上去做使用。续航的部分，我记得原厂写8还是写10几个小时吧，就是
基本上也算是非常长的续航了。那特别提醒一下说，如果它快要没电的时候，它上方的 LED 灯会显示橘色的闪烁这样子。好，那针对 X1A 呢，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大家如果在试听这个 X50A 之前，务必要把 X1A 这个环绕喇叭，你先把它用蓝牙模式，你先听一下它的人声，你就会发现它的音量跟这个价位的环绕产品相比，就是它的后环绕喇叭虽然看起来很小颗，但是它的音量就是我觉得算是非常的大声哦。好，那讲完了它的一个外形之后呢，然后讲完了它的接孔，我们接着来讲它的一个支援的音效规格。雅马哈这一款 X50A 它只支援杜比加的系列音效。那如同我们之前讲，就是说，目前来讲，如果你是看串流影音平台为主的话，那只支援杜比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有看蓝光片的话，少数的蓝光片发行目前会使用 DTS 加的环绕音效，所以如果你是看蓝光机的朋友，可能这点就要比较注意了这样子。但如果对大部分人就是以串流影音为主的观众朋友们是没有差别的。那它支援这个 AirPlay 2，但是呢，它不支援这个 Chromecast。所以如果你是使用 Android 手机的用户，你有聆听一些，假如说 KKBOX 这个平台，或是有一些像它雅马哈支援这个 Spotify 跟 Tidal 这样的平台，但除此以外的，你是 Android 手机的用户，你可能在聆听的时候就只能使用蓝牙了。但是蓝牙的话，大家知道音质会稍微比较差，所以呢，就是这点就是要稍微算是小吐槽一下，比较没有照顾到 Android 的用户。好，那讲完了规格，讲完了这个外观，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稍微播一下音乐，然后播个一些画面，让大家稍微听一下这个雅马哈 X50A 的声音。那听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体验的心得，以及调整这个Soundbar的一些参数。那我们就来听几段音乐吧。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其实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我甚至有也想搪塞，你明知道会等到却放任我的。在欣赏，才发现原来很久没这样。闭上眼看天空，看不见记忆中那种浪漫，而是那说不出，我真的好喜欢你的遗憾。不是我怀疑，而是我在意，我只是在意你有没有一样在意我。到头来想着你的手，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同样回到上一个下不停的大雨中，左边肩膀这次没湿透，我戴着耳机躲避着不同世界的人群，再一次听可能和你相同的旋律。Every hour,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you know, night after night, I'll be fucking you by 7 days a week. You love when I jump right in, all of me, I'm a foreign. Show you what devotion is, deeper than the ocean is. Wind it back, I'll take it slow, leave you with that afterglow. Show you what devotion is, deeper than the ocean is. It's the way that you can ride, it's the way that you can ride. Think I'm meant to win another life, so break me up another time. You're up around me and you give me life, and that's why night after night I'll be fucking you right.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好，那听完了 X50A 的一个音乐表现之后，接着就来到我们这个听感分享的时间了。首先我讲一下，就是 X50A， 我觉得我就直接给他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觉得它在目前这个3万元的价位，如果你要有这个 Soundbar 本体以及有后环绕的话，我觉得它算是听音乐跟看电影最均衡的一个存在。什么意思呢？其实现在的 Soundbar 我觉得主要有2种类型。那基本上像三星的可能 Q700C 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说爱看电影的观众朋友，就它本身的音色来讲，在听音乐的时候一些乐器的细节，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细致的。但是呢，这些Soundbar它在看电影的时候，它的低音的亮感，或是人声的表现，或是一些环绕效果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相比有一些音响厂牌所发布的 Soundbar 来讲，他们的环绕效果或低音可能比较差，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听音乐。但是在 Yamaha X50A 上面，我觉得它有几点让它在看电影跟听音乐上面是非常平衡的。我觉得首先令人最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说，在于说它的后环绕的效果是非常的好。你不要看它 X1A 那么小颗哦，其实它的环绕的音量啊，像它本身 X50A 有附上一个遥控器，你可以去用遥控器单独调整它左后环绕跟右后环绕的一个音量。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价位里面，就是透过遥控器，也许有些品牌可以透过 App 去操作，但是你看到雅马哈他们就直接把它做在遥控器上面，就是这点来讲，它甚至就是这个遥控器上面，有重低音、有左后环绕、右后环绕的单独的音量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雅马哈他们对于音色的细节，对于一个音色参数的那个调整，他们是很重视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对音色重视，然后环绕效果好，然后这样就给你一个看电影来讲。而且我觉得 X1A 啊，它的体积很小，所以你在摆放的时候是非常符合这种亚洲小空间的一个摆放。像很多人常常在讲说，我沙发贴墙啊，那我这个后环绕我又不想要架子，不想要架子的话，我要怎么去做摆放？那你看 X1A 的体积，也甚至它的小体积，你把它放在沙发的两端，然后就直接朝向你的耳朵听，我都觉得那样的效果跟音量是完全足够你使用的哦。就对比这边就要讲一下，对比 BOSS 加那个 BOSS Surround 1万多块的后环绕，它做的比 X1A 大，但它的音量跟 X1A 比，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点差距这样子。X1A 音量真是非常足够，所以好 X50A 的第一个音色的深刻的感受就是环绕虽然小颗，但是音量非常的足够，而且音色也是。我觉得他单独听蓝牙喇叭的时候，那整个人声的结实感啊，那个感情都是非常足够，乐器的细节也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呢，就在于说它整个 Soundbar 本体的音色非常的细腻。这要怎么讲呢？就是说他在听一些像你在听那种古典乐的，尤其是小提琴的时候，很多 Soundbar 的那个拉弦的，就是小提琴的琴声，你会觉得很薄或者是比较假。就是有的人会说它声音像塑胶，就是很薄的意思。但在 X50A 上面，我觉得听到的声音就是一个音响的声音，就是如果它有一个2声道喇叭，那个听起来就是像那样子。那我觉得这也归功于说，X50A 它本体Soundbar就声音很结实，然后高音单体做得好之外，它跟重低音的融合，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Soundbar它其实它很多的低音的频率。它是没办法发得很好的，所以需要重低音去做辅助。那我刚刚我有讲说这个 X50A 的低音，我觉得它是在这个低音的亮感跟这个下潜低沉的程度，它去做一个完美结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价位很多的Soundbar，他们都会为了要迎合这种消费性市场的口味，它会把亮感调得很重。亮感调得很重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音量会算是很浊，就是它音色会很浊，这样子不清晰。但是在 X50A 的低音上面，我觉得它就算你今天把它的低音量感调到最大，它能带给你的依然是非常清晰的低音哦。
而且同时呢，它在这个下沉的程度，我觉得也是有感觉。下沉的程度这个真的很难形容，但是如果你要形容的话，就是它会让你的身体更有感觉。有些低音你会觉得说，哦，它很吵，但是它没有让你那种就是身体也在震动、颤抖的感觉。但是 X50A 它能给你就是那种身体有一点那种空气震动的感觉，但同时呢，它的亮感、它的清晰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简单来讲，它的环绕表现很好，然后它的音色表现很细腻，所以让它不管是看电影、听音乐来讲，你不管是看一些动作类型的电影，你看那种文艺类型的电影，你把它纯听音乐，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到它的一个 APP 的操作，那我也必须称赞一下，雅马哈他们这次的 APP 操作，我觉得整个设定来讲是非常的人性化，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以往他们的音响产品会用一个叫做 Music Cast App 去做操作。这次呢，雅马哈重写了叫做就是雅马哈的 Soundbar， 就叫做雅马哈 Soundbar 的 APP。那在这个 APP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可以调整的选项不多。然后我也不会建议消费者在它的里面去做点歌，你就基本上点歌你都是直接就是假如说你用 Spotify， 你就在 Spotify 里面点的这样子。那你唯一你会动到就第一个叫做它的首页里面叫音效设定，那就是这个东西会去动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音效模式。好，那音效设定里面呢，它会有几个选项哦。第一个叫做 Clear Voice。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它会让人声变得更有穿透力。那简单来讲，我觉得这东西你看电影可以开，但是你听音乐呢，我觉得你应该关掉，因为呢，看电影的时候人声突出一点，这个是好事情。但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把 Clear Voice 这个功能开启的话，我觉得在有一些女生的高音或女生的人声来讲，她的声音会变得比较尖锐或比较刺。就这个东西，我就听音乐的时候我不建议开。那接着它底下还会有一个选项叫做这个 Bass 的 Extension， 叫 Bass 延伸，低音延伸。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也是开比较好，因为就像我讲的 ，S50A 它的低音下潜，然后配上它的整个的那种跟Soundbar本体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但当然，如果你想要强大一点的低音，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低音延伸关掉。然后在中低音的音量上面把它开到全满，那这样你可以获得一个就是比较有力道的低音，但是相对来讲，它在下潜的那种低沉的程度来讲，会做一个牺牲。那我的话，我是会把这个 Bass Extension 去做打开的动作。好，那接着就是调中低音的音量，这个我们回到主画面来调这样。好，那接着回到主画面之后，会看到底下有一个音效模式。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接电视看 Netflix 的话，它会跳4个模式吧？我记得就是有游戏模式、电影模式、什么标准模式，然后立体声模式这样。那我都建议大家就是你就开环绕模式就好，因为环绕模式我觉得本身跟这个游戏模式它的差异是不大的，但电影的那种环绕就是电影的那种模式的话，它的人声会比较低音会比较有厚度这样子。那在听音乐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有3个选项，我记得是就是标准、环绕跟 ALO 全部的播放音乐的模式哦。那这时候我一样推荐大家就是开环绕模式，因为基本上你开那个立体声模式的时候，就只有前方的 X50A 有声音，就听音乐来讲。但是如果你开环绕的话，就是你的环绕喇叭也会参与其中哦。然后在 ALO 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就听起来有点像，因为大家都播放一样的声音，我觉得那个其实会没有一种听起来有点无趣啦。所以简单讲，你懒人的话，你就是2个都是调环绕模式用到底，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哦。好，那接着来讲底下的这个，大家会看到重低音的参数以及它左右后环绕的一个音量的调整哦。这个要怎么去做调整呢？那我觉得重低音的话，其实我觉得雅马哈他们今年的一个音效的调整啊，其实非常的广。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低音的参数从-4到正5这个区间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你听音乐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往-4、往-3、往负的方向调。但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把低音开到正5这样子。那在后环绕的部分，我觉得也是面临到一样的状况，就是说
今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后环绕开到正7、正6、正8，我觉得都还 OK。那当然开到正10，我觉得它的后环绕音量因为很大声，如果小颗的又放离你耳朵很近的话，可能会有点吵，所以基本上要看你放的距离而定。然后也要特别讲一下说，如果后环绕它是比较有方向性的，就尤其是 X1A， 所以你如果没有正对你的耳朵的话，它的那个音色的，也许你音量就要开比较大声。好，那什么状况你会开到负呢？就我刚刚讲，听音乐的时候，如果你是开环绕模式，然后你把 X1A 这个后环绕开到，我觉得也许就到负5、负6开始，你会觉得声音来讲就是前后是比较平衡的状态。但如果你慢慢的往正的数字开到正1、正2、正3，你就会开始觉得声音的重心从原本的前面变到你耳朵的两旁了。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它有点像耳机的听感嘛，就是那个感觉开始是你不是在听前面的桑巴发声，你是在听两个 X1A 在做发声哦，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雅马哈的音色调整，其实它这个页面就结束了。但我觉得唯一一个小小遗憾就是说，它的音色，其实当然它的数值你怎么调都不会调到难听的声音，然后它的每一个段我都觉得那个设计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要设计一个就是状况，就是说你今天你侦测到我是看电影的时候，我用 HDMI 输入源的时候 ，ERC 的时候，我自动用也许看电影的环绕的一个音效。但是如果今天我是 AirPlay 或我是 Spotify 我是 Tidal 的时候，我自动去进行一个听音乐的音效的设定。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假设我重低音我开负4，我后环绕我开到负6，我这个状态我听音乐我是觉得非常不错的。然后它前方的 X50A 有很棒的一个声场，但是我用这个状态去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低音相对来讲太少，然后后环绕感觉也不太好，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要把整个参数重低音开到正5，把后环绕开到正6。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我看电影看完我就想听音乐，听音乐弄完就想看电影，就是这样的调来调去，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繁琐一点。但是呢，我刚刚讲到雅马哈有做这个实体的遥控器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用实体的遥控器去做快速的操作。但是呢，又要再吐槽一点，就是说，因为今年的雅马哈的 X50A， 它本身正前方是没有任何的萤幕的，就是它都是用这种灯号的方式去显示说目前的一个音量状态，目前的一个操作的状态。然后它的音量状态你在调的时候，像它的后环绕又不是那种灯，不是假如说给你10个灯，你在调的时候慢慢往下降，往下降，它是一个灯在它整个那个桑巴的位置上面去做跑动，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那个音量的感受是没有那么的明显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它都很棒，但是就是有一些小缺点，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也不是很致命，但是就是让你觉得说，能不能你这个雅马哈可以再帮我贴心一点这样子。好了，那其实它的音色调整这样就结束了，然后总结来讲，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观众朋友。那当然很多观众朋友会希望说跟一些产品做横向的对比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对比都要就特别出一集讲，为什么？因为其实因为桑巴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直随着时间在做更新的嘛，那我觉得基本上我都推荐消费者说，你在买音响产品的时候或买这种桑巴产品，你基本上都买新不买旧。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你是一个厂牌，你在开发，假如说我在2023年我要开发一款桑巴，我肯定是拿2023年目前市场上最强的竞争对手就是做一个分析嘛，那我一定是赢得了目前市场上最强的对手，我才去发这个产品的嘛。那你想想看，那2024年或2025年的桑巴，它是不是就拿未来最强的对手做一个对比？所以你说桑巴产品越来越进步，这是不是一个规矩？我觉得是一定的。为什么？因为我新发的，我就是拿目前最强的人当对手嘛。所以买新不买旧，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的原则哦。那我在录音响的比较的时候，因为其实会有时间差。假如说你在前阵子，也许大家问我说，入门的桑巴3万块以内又要有后环绕，我会推荐谁？那我那时候我就说，你目前看起来你可能没得选，你只能选择三星的 Q700C 再加这个它的9500S 后环绕，因为对比着 Sony S2000加这个 RS3S 来讲，3星就是硬生生的多了一个重低音
那或者是说，假如说有人要更便宜怎么办？那我就是 TAB 的那个飞利浦的 TAB 8967。好，但是如果你叫我现在来讲的话，3万元以下，你叫我推荐一个环绕的音响组合，我会跟大家推荐就是雅马哈的 X50A。但是这支 X50A 它有没有缺点？有，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它的天空声道的感受，就是没有像它的环绕或像它的听音乐表现那么的出色。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在这个价位带，谁的天空声道表现很出色？也许单支型的飞利浦的 FB1 会天空声道表现很出色，但是那个也是将近4万元的产品，而且那只有一支是没有后环绕，也没有中低音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天空声道表现没有那么出色，也不是一个。也是非战之罪啦，就是你就这个价位嘛，这样子。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 ，X50A， 我觉得它在这个有限的体积内、有限的预算内，把声音这个本质呢，就是做到了最好。然后呢，它的后环绕 X1A 呢，小巧的体积，我觉得基本上你只要任何你不喜欢后环绕放很大的那种喇叭，你也不喜欢你后方没有做电线，你后方没有任何的电源，然后呢，你想要很好摆放、不占空间的一个后环绕无线的，那 X50A 这整个组合就是非常适合你的这样子。那最后呢，还有什么想讲呢？就是说，也是希望说雅马哈赶快推出一款，我觉得其实它做到5、6万块的，它完全是有实力去推出那种5、6万块等级的Soundbar。从 X50A 身上，我觉得雅马哈在环绕这个事情上面，或在听音乐的事情上面，它是有一个水准的，而且它的理解是，我觉得跟现行的很多的这种家电厂、电视厂商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真的期待说，雅马哈在也许今年或明年推出一款真正旗舰级的，我觉得也许价位拉到7、8万都不是问题哦。好啦，那这次就是雅马哈这个最顶级的、最顶的 TrueBar X50A 的开箱哦。那任何想听的、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做留言。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